百草池竟然研究出这种东西，简直人才啊！小丽，你可一定要尝尝这个药膳料理，在我家乡这玩意儿叫火锅。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草。之前身子被你折腾死了，终于可以补补了。身子被折腾？娱乐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的经历挺丰富的嘛。是肉身，你肉身被毁，现在只能待在我的荣源核心里。拜托你用词准确一点好不好？有区别吗？原来你也是麒麟啊！我说呢，娱乐怎么会和魔道在一起？你放屁！老娘才不是娱乐的宠物，要是全盛时期，我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他。你敢？区区魔道，若敢放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就凭你，张口闭口魔道，你们问界门不也出了个剑魔沈凝竹吗？你才剑魔，你全家都剑魔，不许侮辱你主姐姐！大家别吵了，都是误会。坐下来一起吃火锅不香吗？还不是因为你！关我什么事啊？娱乐，广长老突然联系我们。他有什么事啊？好像百草池跟他打了招呼，他说去自然门之前有些话要和你说。娱乐，你下山太急，有些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事关你剑子身份。怎么是要给我准备什么仪式吗？可惜到那时，我的分头草说不定都2米高了。你正经点！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，剑子只要到了法境4重，就要接受挑战的事吗？你略过了4重挑战，就直接到了法境圆满。所以呢？这是不合规的，所以我和掌教商议后决定，要你证明自己。这要怎么证明啊？在你晋升灵境后，所有灵境1重天的弟子皆可向你发起一次挑战。如果你说了，剑子资格将转移到胜者头上。这挑战必须接啊！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道必死保险吗？如果自然门找死失败，我就升到灵境回去，保准死翘翘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放弃剑子身份。娱乐，我听说门内有个叫张高禅的弟子，天赋了得，隐隐有悟道的迹象。届时他若有了道境心境的话，你恐怕……雪梨，你说过，福有亦可撼树，在我之所求的路上，死又如何？我娱乐的道，就是向死而生，早死早抽。超越自己，我虽死，道永存，这便是剑子。此人竟耀眼如丝。雪梨，你没有看错人，那我便在问剑门等你们归来。此次自然门秘境，你们多加小心。娱乐，我感觉一直以来我都错看你了，你拥有大道之心，是一个真正的修士。这叫该怎么说呢？我顶多算真正的死士。向死而生，成为死士，或许正是对修士真正的解夺。他不会是认真的吧？掌教，您这样走来走去也没用啊！依我看，不是什么大事。3名弟子在自家秘境失踪，这还不是大事。我是自然门掌教，当然要对他们负责。没想到掌教平时连个影儿都没有，一到关键时候对弟子竟然如此关爱。人家问剑门的人都快到了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老脸往哪儿放啊？结果还是因为面子。问剑门赵雪梨，求见自然门掌教。掌教，他们来了。完了，他们要用秘境怎么办？可是秘境的问题还没查清楚，万一再出事怎么办？要不你当掌教吧？您觉得好笑吗？请问你们哪位是掌教？弟子赵雪梨，经百草池仙师指点，特来求借自然门秘境。不急，问剑门乃天下第1大宗。旁边那位听说是准剑子吧？你们远道而来，怎能不招待一番呢？要不歇个15、20天啊？这……掌教，那边来消息说，秘境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多谢掌教。感觉有点古怪啊。算了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慢，冲就对了。前辈，在进入秘境前，我想先请教一个问题：您这边除了每一层的地图之外，能额外提供每一层的妖兽信息吗？和正常的试炼不同，我们想要搜寻养灵芝的下落，必须熟悉妖兽的习性，方便避开风险，是方便我更好撞上。
当然可以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您倒是不会要回去吧？放心，若真找到养神枝，那自然就归你们了。其他东西在进入秘境前，我会准备好。那就多谢掌教了，小辈就先行告退。那边怎么样了？那几个傻货真是因为没有认真看秘境地图，才晕倒在陷阱里的。应该是，虽然很丢人，但现在正捞着人呢。派人继续勘察下秘境，老夫右眼皮跳得厉害，多派些人手，要保证问剑门2位道友的安全。明白。